我现在所研究的是人工智能领域，像现在的无人驾驶、行人的一个检测、人脸识别也是其中一个，还有应用到其他的一些方面，就是寻找一些很多年前的一些亲人啊，也可以在公安局里面，比如说你抓捕一些在逃的一些犯人，这些都是可以应用得到的。我叫汤普，今年25岁。现在的我是属于那种比较自信的吧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做好自己，然后没必要去在意其他人的这么多看法。这边呢，要先介绍一个很特别的朋友哈，是因为一次意外，爆竹就烧伤了他的身体。好，可是呢，他经过这么多年，自己呢勇敢地走出来，而且还加入我们慈济的志工行列。所以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？好，然后请汤姆来。各位哥哥姐姐，大家上午好。上午好。人群中的汤福武总是显眼，颜面和四肢尽是严重烧伤后挛缩的痕迹。和人相处，他早已学会自在，但年轻人难免注重外表。这段青春路，他曾经磕磕碰碰，走来辛苦。服务的老家在江西，镇上有多家小型炮竹加工厂。生出了暑假，不慎引燃的意外，导致服务父母双双伤亡，而服务烧伤面积更高达98%，差点放弃治疗。冇得錢啊，係嗰啲啊，我要講，嗰啲爸爸係冇得給過送啊，給父就不賺，對吧？只有等佢打到用那個眼睛嘅住，我也跟我的用過的，我的用過就是吹的那樣子。對吧？點到火的也好，點到烈風的也好啊。那时候在回到家里面之后，1年的时间就是靠奶奶一个人在照顾，因为截肢了之后，然后连最基本的吃饭都是要靠奶奶喂的。尽管幸存了下来，却得面临周遭歧視不友善的目光。有的啊，就是我是有給我阿姐一些同學啊，就是鬧過分後畢業痛，我就話阿姐，我婆婆是曉得這個心情啦。那时候在心里就觉得害怕去见到这么多人，真的是很不想走出去。以前一起玩的一些小伙伴，可能见到我就会直接远远的走开，不敢跟我一起玩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，就只能自己闷在心里。孤单成长，渐渐形塑，服务刚强不服输的性格。他咬牙奋力，拼上宜春最好的中学，遇见前来助学的慈善团体，心门依旧紧闭。高一很黑，然后他头都是低着，你跟他说话，他不会理你，他不理人的。几次的接触下来，我发现这孩子很要强，非常要强。他的要强的背后，让我看到他的自卑，人的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，他如果感觉到是在歧视他，他开始就像刺猬一样，他开始有防备。此际年年在江西宜春助学，志工细心注意到服务的防卫心。
开始想方法，慢慢引导他。我就主动坐到他旁边，就是牵了他的手，那可能就是那一下吧，让他对我就是放下那个心防。因为高中这么多次的亲子生活营，然后是慢慢的让我，感受到了那个母爱的温暖，然后我才慢慢的，开始有一个改变了。你摸他一下，他信心就多一下，就多摸他几下，信心又多了好几下，所以我就是每次我就去摸他。有时候没什么话讲，我就是摸他，东摸西摸。爸爸妈妈，我现在回来看你们了。我现在爷爷奶奶他们你们也不用担心，以后会好好照顾他们。我现在也已经考上了研究生，能够把自己给养好，你们不用担心。超过10年的陪伴，志工一路陪着服务勇敢闯荡。如今，他已是上海理工大学专攻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生。那是自动打的标签吗？自动打的标签，这个是自动打的。你看它这个，这是谁？然后这个我这个也是一样的。就这个一样的。当我改变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其实跟我内心所想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，变得就是说。敢于去跟别人去分享、去交流，也有真正交好的朋友，也不会说自己觉得一直很孤独，什么事情也都可以跟他们去讲。就是他要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还有志工，我们都去南昌偷偷的看他。有吗？明着看的是一个早上，对不对？他是不知道，我们是偷偷，然后也交代当地的美华师姐。有读书会，就是拉着他，让他不要离开慈济，偷偷的看。我不知道这个是偷偷的看，也考虑到孩子的心理，毕竟也不想让太多人去知道哦，这个是助学生，就想说多保护他，那看着他好就好了。我最记得服务在16年的时候来跟我说，师姑，我考上研究所。我说，哇，你怎么那么棒啊？可是另一方我又担心他的学费，我始终一直都没有开口说服务学费有问题吗？后来我回去又想了一下，我就还是鼓起我的勇气，我说服务，你的学费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赚取学费，然后，因为我不想就是说一直在接受这么多爸爸妈妈的爱心，完全可以去用这份学费去帮助更多其他的人。未来真的就是他自己要去翻转他自己的人生，我们这些师姑师伯只是给他背后。可能装了一个他看不到的翅膀，给他力量，帮他舞动，叫他安心的飞。知乎上人给了我一句话：大火虽然烧坏了你的身体，但烧不坏你的心。
其实就是因为这样一句话，让我真正的慢慢的放下了以前的伤痛，让我重新的走了出来。